大家早安，我是 Misako。我现在已经抵达了鹿儿岛中央车站。说到鹿儿岛，除了活火山的樱岛之外，吃的话有黑毛和牛，还有紫树的玉手箱这一台观光列车。其实还有一个超级有名的世界遗产屋久岛。那这一次我跟朋友要去屋久岛来个3天2夜的小旅行，这一支影片都会完整记录下来。那我接下来就要赶紧搭车前往屋久岛了，出发！简单说明屋久岛的交通方式。我们是先坐新干线到鹿儿岛中央站，再坐计程车到鹿儿岛港口。那这里每天都有开往屋久岛的船只，建议大家先在网络上预约。这一次我预约登山行程，导游会附专业的登山包，然后还有包包的雨衣，还有你的专业的登山鞋，所以即使你没有鞋子，也可以跟他们说这样。大家早安，现在是5点半。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传说中魔法公主电影的取景地的白骨云水峡跟太古岩，大概会爬一整天。然后导游有帮我们准备早上的便当，来开吃。きつい坂が3つあって、もう最初の20分からきつい。发现青蛙，哇，它好大个！因为白骨云水峡占地很大，所有看点都想去的话，需要耗上一整天。加上山里连不太上网路，所以安全起见，我们有请当地导游。で川が綺麗すぎて魚が住めないんですよ。ある根っこは2代目の根っこになる。流れるって書いて。导游会沿路讲解屋久岛的历史文化，也会贴心提醒接下来的路况。如果你体力真的没有办法走完全程，也可以跟导游沟通客制化的行程。所以大家要评估个人的状况，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哦。可是他是不是被砍半了啊？继续前进。看到发现这是长得像动物的树木，大家觉得它像什么动物？我觉得蛮像食蚁兽的。我们现在已经从
起点这边跑，经过吊桥，到了现在这个叫科格里斯基的地方，我们还有一半的距离，Go！不点点。我们爬了2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这一次行程的重点，就是这一片青苔森林。听说宫崎骏就是以这里为灵感，创作出《魔法公主》这一部电影的哦。而且导游还自备树精灵的玩偶，让我们在现场拍照，真的是超贴心的。没有，他说猿がいる。这个里哪里？那个街道上那个路。我发现猴子了。途中我们遇到猴子，导游教我们不要正面看着它，不然可能会引来它们的攻击。只要背对它们慢慢前进，猴子自然会离开。路上经过看到猴子。接下来我们准备爬上去太古岩，这里是白骨雨水峡的另外一个看点，也是整个行程最陡的一段路。但沿路上都有麻绳可以抓，抓着绳子小心往上走，就不会有危险。せーの、どうぞ。登ってきた甲斐がありましたね。我们导游疯了，他在上面做啊！看完太古岩之后，原本接下来想挑战走去看威尔森树庄，因为那里可以拍到爱心形状的树洞，也是屋久岛非常有名的看点。但由于我后半段体力不行，长时间走路发现脚也开始痛，所以决定直接下山。我现在回到荒川登山口了。
今天上半场的行程是搭巴士游乌九岛，现在我们来到了千寻瀑布。乌九岛主要有3个看点瀑布：大川瀑布、龙神瀑布跟我们后面现在所在的千寻瀑布。我们来到千寻瀑布，这里有一个小卖店，卖了非常多乌九岛的一些特产伴手礼。这个魔法公主里面有出现的小精灵，这个就是他说用乌九山削成的木头屑，然后他说你可以放在家里面，就闻那个杉木的香气，这样。刚刚导游说他们的椪柑是这边的特产，这个椪柑仙贝也蛮推的。刚刚在这边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这个是龟背玉的果实，然后它其实是可以吃的，虽然它长得有点可怕。次は大湖の滝というところに向かいます。有猴子。いや、しっかり両目で見てますよね。同じですね。しっかりかき分けてやってます。見てたらわかるけど、実は可愛い。もう悪さも知らないですし、顔が可愛い。我背后这边就是大川瀑布，大川瀑布也是乌九岛3大瀑布之一，它的高低落差有到88公尺，算是九州也是前几名落差高的，也是乌九岛的必看亮点之一。我现在来到了永田海滩，这个海滩也是我这一次来乌九岛非常期待的行程之一。它是日本海龟产卵数最多的地方。海龟到了每年的5月到7月的时候，就会上岸来这边产卵，还可以在这边发现它们的上岸产卵的足迹。小海龟呢，就是要等待2个月左右，它们就会孵化。孵化之后呢，就会慢慢游回去大海。大概等了30年左右，又会回到乌九岛。这个就是海龟上岸的足迹，爬上去产卵之后呢，再游回去。所以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长条的拖行的痕迹，其实也是海龟的足迹。这一区围起来的就是海龟产卵的地方，这一区都是。后来我们还去体验 SUP 立桨，虽然没办法带手机下去拍摄，但可以请教练帮忙拍哦，也是我非常推荐的行程。下面这个安防川就是我们做 SUP 的时候实际滑的那一条船，很漂亮哎！今天听导游说它全长有16公里。
天来到了当地的定食餐厅，他们有提供鲱鱼饭，我们点的就是这个鲱鱼饭的套餐，超丰盛的感觉。因为五九岛的必吃美食其实就是他们的鲱鱼，岛上很多的餐厅都会提供鲱鱼相关料理，它做的很像是蒲烧鳗，店家有教你先品尝它的原味，它把它切着这样一块一块，还蛮好入口的。鲱鱼的肉很厚很扎实，而且它调味是咸甜适中，下饭。店家还有教你可以用他们附的这个混着一起吃。大家早安！我现在已经抵达了乌九岛的宫之浦港，刚刚领了，等一下要坐回去鹿儿岛的船票。那宫之浦港这边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卖店，来这边小逛一下，看有什么可以买。这个乌九岛永田盐饼干是他们这边蛮人气的伴手礼。这个盐饼干的盐是取自于永田海滨所做的盐，而且很特别的是，它饼干的形状是做成海龟的形状。乌九岛这边盛产的两种橘子的品种是椪柑跟桶柑，所以你可以看到岛上会有非常多用这两种橘子所做的伴手礼。这个是果酱，这个是果冻。它这个果冻有椪柑、桶柑，跟中间这个是百香果，感觉好好吃，而且它上面的图好可爱哦。乌九岛还有一个必吃料理就是鲱鱼，这边也是有卖鲱鱼拉面。鲱鱼拉面这个是撒在白饭上面的调味料。我现在已经抵达了鹿儿岛机场。这一次来乌九岛3天2夜的行程，可以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旅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SUP 立桨运动跟登山。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一个人体验立桨，虽然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习惯了之后会爱上那种感觉。尤其是在安房川进行 SUP 的时候，我觉得心情整个超舒服，真的会着迷。另外一个就是我梦想已久，我一直在网络上看到魔法公主取景地的白骨云水峡，我也终于亲眼见证到它的壮观了。现场看是真的很震撼，非常的漂亮。虽然登山的过程是真的蛮痛苦，尤其是对我这种完全没有登山经验的人来说，超痛苦的。但是我觉得偶尔人生这样一次挑战自己的极限也不错。我觉得乌九岛居民的性格真的是非常的友善亲近，就他们其实不太有什么竞争心态，即使2间公司是做同样的事业，但是他们都彼此会互相协助，感觉就是一个小岛上大家都共生共存，关系都非常的融洽。听说冲绳那边就是竞争心态比较强一点。这就是我跟朋友主要跑的所有行程都是透过网络上预约的，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乌九岛去，对当地的交通环境也不太熟悉，加上也不太会开车，所以我们都是先在网络上预定行程之后，请当地的导游带我们去。那希望这一次乌九岛3天2夜的行程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那接下来就要去登机了。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也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跟帮我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